各位同學，上回我哋講到宋代嘅中央集權政策，雖然好成功咁樣糾正咗唐末5代以嚟嘅藩鎮割據、冇人干政嘅問題，同時重文輕武，亦都令到宋朝文化達到空前鼎盛。但係權力過度集中，令到地方失去咗武裝力量，再加上文人掌兵，令到軍隊戰鬥力大幅下降，於是令宋朝喺面對外族嗰陣時就處於一個被動捱打嘅局面。呢一節我哋睇下北宋究竟面對咩外患啦，請大家翻開書嘅97頁，大家睇下畫面上面嘅大地圖啊。喺北宋東北面嘅遼國係由契丹人所建立嘅。契丹人呢，佢本身喺唐朝嗰陣時已經聚居喺中國嘅東北部，直到唐朝末年嗰陣時先至逐漸崛起，並且喺5代時期正式建國。後嚟後晉謝敬瑭為咗向後唐奪權，就向契丹借兵，條件就係要割讓燕雲16州，同埋向契丹首領耶律德光自稱二皇帝。後嚟契丹派兵滅咗後晉，呢個時候嘅耶律德光意氣風發，佢更加改國號為遼，真正令到契丹族成為一個有規模嘅國家。以前嘅外族，例如係匈奴、鮮卑、突厥，因為佢哋嘅文化程度唔高，社會組織亦都相對鬆散，所以未形成到一個成熟嘅政體。就算佢哋真係要攻打中原，最多都係搶掠一下財富、人口、牲畜嘅啫，好少會想去統治中國嘅。不過呢個遼國真係同以往嘅外族唔同，佢未正式攻入中原之前，已經有相當程度嘅文化水平。佢哋任用漢人做官，創立文字，發展農業，開始有一個長治久安之計。佢哋唔再以游牧民族嘅方式去生活，所以今次嘅對手比起漢唐時期嘅仲更加難打，因為對方係一個文明國家，並唔係純粹係一般野蠻人咁簡單。宋太祖即位之後，佢知道一時三刻唔能夠同遼國分出勝負，佢就決定採取防禦政策，並且暗中儲備物資同埋兵力，準備同遼國決一死戰。可惜後嚟宋太祖不明不白咁就死咗，就由佢細佬趙光義繼位，視為宋太宗。不過宋太宗只係叻在佢頭腦轉數夠快，但係軍事能力呢，就真係比佢大佬差幾十條街啦。3次進攻遼國，佢都失敗而回。佢打輸仗唔係冇原因嘅，佢錯就錯在打完北漢之後，成個人就飄飄然，驕傲得滯，輸咗第一場仗。其實佢自己都唔知道，佢之所以可以滅咗北漢，統一天下，都係因為大佬之前出兵削弱過北漢嘅實力，佢先至可以贏得咁輕鬆。之後嗰2場仲更加離譜，一方面啲大臣又揾佢同佢大佬去比較，講到佢大佬幾叻幾勁，又話你大佬做得到，你冇理由做唔到㗎，大家都係同一個阿媽生出嚟嘅啫。唉，所謂冇比較咪冇傷害咯。宋太宗聽到呢啲說話之後，刺激咗佢嗰個脆弱又敏感嘅心靈，話晒自細乜都係大佬同佢擋晒嘛，面對逆境嗰陣時，心理素質都係差緊啲嘅。就係呢幾番話就搞到宋太宗好心急，佢想快啲收復燕雲16州，向班大臣去證明自己嘅實力。但係問題係，你要證明自己嘅實力之前，你必須先有足夠嘅實力。宋太宗第2個失敗嘅原因就係佢對自己太過有自信啦。佢相信自己事先準備好一個作戰嘅計劃，然後就要求前線嘅將領跟足佢嘅指示去做。重點係一定要跟足佢指示去做。但係戰場嘅動向瞬息萬變，你又點能夠以一套一成不變嘅方式去應對變幻莫測嘅戰場呢？所以結果，冇眼睇。於是宋太宗3次攻打遼國，3次都失敗收場，仲因為咁樣俾人一鋪清袋，將柴榮同宋太祖累積落嚟嘅精銳部隊全部都敗晒。自此之後，佢就唔再夠膽攻打遼國，只可以採取守勢。而遼國亦都理所當然更加得戚，對北宋步步進逼。到咗宋真宗嗰陣，遼軍大舉入侵，大家睇下地圖啊！如果遼國真係要南下嘅話，一馬平川，冇任何山險可以守住。如果咁啱天氣再凍啲，咁啱吹一個東北季候風，黃河結埋冰，遼國嘅騎兵就可以輕輕鬆鬆過河，好快就直達汴京城門口。就係咁啱，遼國打到埋嚟嗰陣時，正正就係11月。
可能你會覺得11月我仲可以着短褲出街啦，邊會凍得咁快喎？不過大家唔好唔記得，事發嘅地點係喺黃河流域，嗰度嘅11月唔同香港嘅11月喎。香港嘅11月仲可以攝氏20幾度，但係黃河流域已經踏入寒冬。遼國騎兵已經踩到黃河邊嘅澶淵，只需要一聲令下就可以直接過河拿下汴京。汴京可以話係危在旦夕啊！嗰陣時汴京人心惶惶，好多官員都話遼兵殺到埋身啦，不如遷都啦，走去南方啊！再唔快啲走啊，嚟唔切噶啦！嗰陣時宋真宗個心都好想走，佢只係覺得自己唔夠佢大伯咁叻，甚至連老豆佢都唔能夠去超越。場仗啊，睇怕都打唔到落去啦。但係諗到佢就咁敗咗大伯同埋老豆副身家，佢又覺得唔好意思，佢就猶豫起上嚟啦。但係就喺呢個時候，就有一個人大聲嗌住宋真宗：皇上，你萬萬唔可以走啊！宋真宗眼前見到呢個人，原來佢就係宰相寇準。寇準見皇帝喺度猶豫緊，咁佢再話啦：如果陛下你決定遷都嘅話，全國嘅軍民就會冇晒心機去打仗噶啦，到時國家就會土崩瓦解噶啦。呢個時候你唔再挺身而出嘅話，唔通你要眼白白睇住大宋嘅江山斷送嗎？咁寇準呢份人呢，出咗名就直腸直肚。宋真宗聽到佢呢番蕩氣迴腸嘅話之後呢，感覺就好似有一股真氣注入自己嘅身體咁樣樣，突然充滿能量，精神百倍，心諗唔通寇準練過九陽神功嗎？大敵當前，理得佢係九陽神功定九陰真經啦，當務之急都係打贏場仗先好講。於是宋真宗的起咗心肝去上戰場。當宋真宗上到澶淵戰場之後，佢細都估唔到士兵會因為佢嘅駕到而非常之振奮。話說遼國嗰邊有一位好打得嘅大將，佢個名就叫做蕭塔林。聽到宋軍呢邊叫囂得咁大聲，佢就帶住幾分好奇心，又有啲想湊下熱鬧，食下花生咁樣樣，就帶咗幾十個騎兵出嚟探聽。點知咁啱得咁巧，佢嘅行蹤就被宋軍嘅一位將軍發現咗，然後佢就用預先埋伏好嘅藏子弩，一聲令下發射，蕭塔林當場就被爆頭而死，真係寇準都冇佢咁準啊！俗語有句說話，好奇心會害死一隻貓，而家呢，事實亦都證明好奇心都可以害死一個將軍嘅。呢個係危險動作，切勿模仿，所以乖嘅小朋友千祈唔好學佢啦。兵家有一句說話叫兵貴神速，遼國深入敵境差唔多4個幾月，打仗曠日持久，士氣越嚟越低落，加上名將戰死，更加令到軍心渙散。咁啱宋真宗佢都唔想打仗，於是兩家就決定進行和談。和談之前，寇準仲特登吩咐咗嗰位代表宋朝嘅使者就話啦：如果多過3嚿嘅話，我實斬咗你。3嚿即係咩意思呢？就係如果和約一旦簽訂，宋朝每年就要向遼國交稅幣換取和平。寇準喺呢度嘅意思就係，宋朝每年可以俾超過30萬稅幣俾遼國。如果使者傾唔掂數，俾對家食住上嘅話，返到朝廷之後，寇準就要斬佢喎。咁結果呢，個使者又真係做得唔錯喎，佢以每年10萬兩銀、20萬匹絹成交，雙方達成咗和約。由此之後，宋遼兩國120年都冇再打過仗，史稱澶淵之盟。澶淵之盟簽訂咗之後，宋遼兩國就有咗一段相對和平共處嘅時間，甚至雙方有貿易關係。宋朝以茶葉、漆器、稻米、絲織品去換遼國嘅羊、馬同埋駱駝，各取所需，一直到北宋末年先至再掀起返戰爭。第二個外患就係西夏人。細心一啲嘅同學早前上堂應該有留意到，喺黃河個河套位嗰度寫住黨項人呢3隻字啦。黨項人其實係羌人嘅一個部落之一。羌人呢本身起源於青海同埋西藏嘅，後來其中一個黨項族就喺河套一帶定居起嚟啦。唐朝嗰陣時，呢班黨項人仍然歸附唐朝。去到北宋啱啱建立嗰陣，黨項人嘅勢力仍然係弱小。
加上同時要面對宋人同埋遼人，所以佢兩邊都唔夠膽得罪。後來黨項人成功吞併咗西邊嘅聚落同埋小國。1032年，首領李元昊見時機成熟，就正式稱帝建國，國號為大夏。因為夏國位於宋朝嘅西北部，因此亦都稱為西夏。李元昊係一個野心極大嘅人，西夏建立咗冇幾耐，佢就派兵入侵宋朝，一路勢如破竹，多次打敗宋軍。去到宋仁宗嗰陣時，佢就命令韓琦同埋范仲淹去抗御。呢個范仲淹又的確幾勁，雖然一介文臣，但係打起仗上嚟安排部署都非常之妥當，所以宋軍嘅形勢慢慢好轉過嚟。李元昊見宋朝換咗個勁人，心諗再打落去都佔唔到啲咩便宜，佢一於就學遼國咁樣主動求和，向宋朝索要歲幣。最後和約達成，不過宋夏之間嘅和平比宋遼嘅和平更加短暫。去到宋神宗嗰陣時，又再啟戰端啦。面對外患嘅侵擾，朝廷入面有識之士唔甘心繼續咁樣落去。所謂有危就有機，下一回帶大家深入了解北宋君臣究竟點樣力挽狂瀾，嘗試改革國家種種積弊，同埋呢啲改革又帶嚟啲乜嘢嘅成效呢？以下係今堂嘅關鍵字詞，請同我抄低呢啲字眼，課餘嘅時候記得溫書啦。對於今次嘅內容，如果同我想有更加多交流嘅話，可以從以下嘅途徑同我聯絡。